艾特大渊中来看这部泰国恐怖片《鬼死凶灵2》完整版，是鬼和尚厉害还是真和尚厉害？话说本地的土豪老金，这是他第2次出家受戒，所以特意搞了个大阵仗，到城里巡游一遍，生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由于大象走路比较缓慢，所以当他们往寺庙回去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月亮高高挂起，突然所有的人都消失了。接着在大象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鬼和尚，瞬间把老金打倒在地。几天后，老金的家人为他在寺庙里举行了传统葬礼，作为寺庙的资客，阿迪当然会来帮忙。老金的家人就在旁边伤心的哭诉着，原来老金第1次受戒后受不了那些清规戒律，就离开寺庙，但是随之而来的祸事也一直跟随老金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只好2次受戒，可还是没有逃脱诅咒，最后还失去了性命。这时阿杰走了过来，听主持继续讲下去。主持表示他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诅咒，但是从未想到这竟然是真实的，也只能是一声叹息。也就是说，凡是受戒的人脱去袈裟一定会受到诅咒的，即使2次受戒也是没有用的。阿迪这才想起前不久脱去袈裟逃跑的眼镜男和娘娘腔，原本他们俩和阿杰一起受戒的，3人只要在寺庙待上3年就可以还俗，可是没成想那2人竟然受不了提前跑。这下轮到阿杰开始担心2位好友的命运。看完这一幕，本片的恐怖氛围营造处于中上水平，鬼和尚的出场方式还是令人眼前一亮，主要是妆容还是不错的。看那个妆容，鬼和尚生前应该得过传染病。在月色笼罩之下，气氛就这样慢慢上来了。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把本片的前因讲了出来，那自然是值得一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阿杰的2位好友最终的命运如何？这个诅咒能否破除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画面一转，眼镜男和娘娘腔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啊，已经躲过多次的灾难。他们在脱去袈裟之前已经知道那个咒语，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啊，搞得自己现在伤痕累累。他们来到一家餐馆吃饭，突然鱼缸里的鱼开口说话，吓得2人起身就跑，也不知道为何大厨竟然把菜刀甩向2人，还好2人命大，否则血溅当场。2人跑到了马路上，一辆大巴车驶向2人。哇塞，鬼和尚在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出来做坏事，可见他身上的怨气有多重。2人再也受不了，赶紧跑回寺庙。他们决定2次受戒，他们以为再次受戒就不会有事了，但是阿杰表示自己没有资格给2人受戒，方丈到外巡游去了，非要等他回来才行，先让2人住在寺庙里再说吧。阿迪就把老金的事情讲给2人听，他们吓尿了，就问阿杰该怎么办。阿杰也是安慰2人，意思是他们正在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。这2人也是没啥脑子，听到阿杰这样说，竟然还开心的笑起来。一日，富婆带着在韩国出道的明星儿子小帅前往这家寺庙出家受戒。小帅从保姆车下来的那瞬间，惊掉众人的下巴，尤其是这2人追星追成这样，也是世间少见。富婆听闻方丈出门巡游，只好让小帅住在保姆车里等方丈回来。到了晚上，小帅就受不了，就想现在就走。众人就劝说他不要这样做，除了脱去僧袍的那个诅咒外，以前阿迪就遇见过，在夜晚树林里有很多的无头鬼和鬼大象出没，这下把小帅吓到了，只好乖乖的待了下来。一天晚上，那个鬼和尚竟然跑到了他们住的僧舍搞事情，可见他的怨气有多深，他就跪在那里念念有词。他们就让沙弥小田也跟着念起佛经，没想到双方竟然文斗起来，鬼和尚也念起了经文。你还别说，佛经还真是有点用。鬼和尚的后背通红，似乎身体内部正在着火，这下把鬼和尚搞得跪不住了，于是朝着他们走来，然后附身到眼镜男的身上，瞬间眼镜男开始发狂了。鬼和尚对其他人没有兴趣，然后从眼镜男身上下来，最后抓住了娘娘腔，这是来惩罚他们来的，准备对这2人下死手。就在这个危机关头，阿杰拿着一把铁锹，直接把鬼和尚拍走了。这次2人又逃过了一劫，阿迪非常的生气，必须把2人赶出去，毕竟鬼和尚是针对眼镜男和娘娘腔的。最后还是阿杰说了必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过了几日，阿杰去上厕所，
他开始被鬼和尚暗中攻击。随后鬼和尚骑着鬼大象缓步走来，然后钟声一跃把娘娘腔抓在手上，直接走上树干。这个就比较的惊险刺激啊！最后娘娘腔被扔了下来，还好没有性命之忧，送进医院赶紧治疗，暂时处于昏迷状态。阿弟也来医院看望娘娘腔，也不再提让两人离开寺庙的事情，还送了一个吊坠给眼镜男防身。眼镜男觉得很眼熟，他想起了鬼和尚也有一个同样的吊坠，顿时阿杰比较兴奋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线索。很快他们根据吊坠找到另外一个寺庙的老和尚，他认识生前的鬼和尚，但是他不愿意多说什么，只知道鬼和尚的怨气太重，只有让他放下执念才可以解除那个诅咒。与此同时，鬼和尚来到医院，就把娘娘腔的魂魄带走，目的是把他带回到鬼和尚生前的那个时代。娘娘腔看着以前的那些诡异场景，非常的震惊。当时天花盛行，鬼和尚生前叫阿关，他是个孝子，母亲也被传染，但是他一直不离不弃，他就抱着母亲找到一个老和尚求助，老和尚就让阿关抱着母亲回寺庙暂住，直到两个和尚从娘娘腔的身体穿过去，娘娘腔才明白自己魂魄回到了以前那个年代。看到这里，有的小伙伴们就会说了，这个鬼和尚也太魔激了，为什么对眼镜男孩还有娘娘腔只是在戏弄而不下死手呢？我想除了主角的光环以外，主要还为了揭开鬼和尚的身世埋下伏笔，因为他的身世可以说比较难以解密，毕竟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，非得要靠他自我解密才行，所以这才有了鬼和尚带着娘娘腔的魂魄穿越到过去的岁月，让娘娘腔彻底知道鬼和尚的身世。另一边，阿杰他们研究吊坠上的图案，然后使用无人机找到吊坠上那个拱门图案，那里曾经是寺庙前门，目前已经废弃。在另一空间，鬼和尚打算把娘娘腔的魂魄放在火上烤。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，当年那位收留他的老和尚出现，鬼和尚这才把娘娘腔的魂魄放了回去，娘娘腔这才从病床上醒来。他就把见到鬼和尚的过去讲给了眼镜男和小帅听。与此同时，鬼和尚警告阿杰不要再搞事情出来，否则他要所有的人都去死。因为阿杰无意中找到了埋葬鬼和尚的尸骸的位置，这让鬼和尚十分的恼怒。阿杰根本不听，继续挖了下去，发现这里还不止一具尸骸，他让大家去找工具来，把这些尸骸装箱打包，打算把这些尸骨烧成灰烬，那样鬼和尚也就自动消失，同时也就解开诅咒。为此，阿迪还开来了小型挖掘机，助大家一臂之力。接着，娘娘腔和眼镜男以及小帅也来到阿杰发掘的现场，他把见到鬼和尚的过去讲给了大家听。突然，一只鬼手把眼镜男和娘娘腔打晕过去，实际上是他们的魂魄被带走了。画面一转，又回到鬼和尚生前那个年代，那时他叫阿关。寺庙里的两位年轻的和尚比较反对收留阿关的母亲，理由是老和尚有可能被传染上而危及生命。老和尚可不这样认为。เราเป็นพระ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ที่พึ่งให้เขาพอเขามาขอพึ่งจะให้วางเฉยอย่างไร？鬼和尚又把两人魂魄带回那个年代。最后母亲要求阿关去受戒，阿关当然愿意为母亲还愿，于是恳求老和尚亲自为他受戒。老和尚看到母子俩都这样了，于是就答应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兮旦福啊！老和尚在给阿关受戒的时候，还把那个吊坠给了阿关。หากวันหนึ่งเจ้าเอาแต่ยึดติดแต่ตัวเองเบียดเบียนผู้ที่มาทำให้เอ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。突然倒地晕了过去。等他们把老和尚扶进房间里，这才发现老和尚已经染上了天花。这种病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。令阿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庙里的两个和尚竟然不把阿关的受戒仪式搞完。他们很讨厌阿关，所以他苦苦哀求两人都没有用。这时母亲已经咽气了。随后阿关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两位和尚的身上，于是大闹佛堂，双方发生生死搏斗，最后还只有他活了下来。随后就为母亲火葬了，然后对这件事发了诅咒，凡是脱下僧袍的人必死无疑。最后他过于悲痛，也死在那里，最后变成了最凶恶的鬼和尚。这下娘娘腔终于明白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。瞬间他们俩的魂魄已经被绑在一起，看那个架势正在被火葬了。与此同时，阿杰对那些骸骨进行了大火焚烧，鬼和尚也出现在火葬的现场。阿杰对着焚烧的骸骨进行超度。这时鬼和尚感到自己正在被掏空，无法对眼镜男和娘娘腔的魂魄进行控制，两人趁机返回了现实世界。鬼和尚也跟过来，阿杰对此进行劝解。眼镜男和娘娘腔跪下来，也为之前脱去袈裟而感到羞耻。
恳求鬼和尚给他们俩一个机会，没想到鬼和尚答应。接着他跪下来请求阿杰为他做受戒仪式。阿杰突然精神一振，说起话来。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หมดกรรมนะ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ผิดหรอกตาก็ตายเพราะป่วยไข้มันคือกรรมนะโยมจำคำข้าไว้นะไอ้สนเอ้ย他说了当年老和尚一模一样的话语。哇塞，老和尚回来了，他亲自为鬼和尚做完那次没有完成的受戒。看到这里，我也被影片感动了。鬼和尚终于放下执念，顿时泪流满面，然后跟所有人做了告别。随后方丈回来，就为小帅搞了受戒仪式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不错，跟第一集相比水准没有下降，但是也没有提升。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其实时长压缩到80分钟到90分钟，本片就是精片，完全可以打4分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操作2个小时，10分的不解。主线的故事设定还是不错的，看完这点还是有些小感动，因为孝子引发的执念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。